年龄感上来了啊，就是收拾个衣服，这腰酸背痛的。哎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我强烈支持乔晶晶女士住在这儿，因为要是住在陆家嘴的话，我就不算客人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？这2个月你就不用管我了，你带着你妈妈去度假吧，费用我来报销。哦。哎，等等，2个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2个月什么都不干了？不是我跟你说那个综艺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顶多抽出10几天的时间。不干。我答应过于老师，2个月就是2个月，1天都不能少。哎呦，你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吧？我开玩笑的，不是因为于老师。你看这2年有好的本子，我有拒绝过吗？我不会为了恋爱牺牲事业的，只是以后除了演戏以外的工作，我真的要减少了。还说不是因为于老师？哎呀，真的不是。其实是有受他的影响。我毕竟是个演员，综艺再爆，广告再火，都只能带来短期的关注还有流量，时间长了，这些都会被淹没的。最后大家总结的时候，只会看我有哪些好的角色还有作品。其实这些道理我以前也懂，不过就是觉得年轻，到处跑也忙得过来，其实也是有遗憾的。现在年龄在往上走，我不想抓住青春的尾巴着急变现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一旦心态急了，就会立刻体现在作品当中，口碑也会一点点变坏。当然我还是会有戏演，不过都是那些千篇一律、流水线上重复自己的女一号罢了。不想这样，这样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样我不就没有价值了？于老师有理想，我也有。于老师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，我也不想走下坡路，所以以后我要保持状态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作品当中。当然，这样也能红更长的时间。我看你啊，这正大光明的骗假期呢。这是沉淀。好，我好好想想。吃饭吧。哎，你少吃点米饭，这个是给你点的。今天放假吗？你先吃一口。啊？哎，千万记住啊，不用放酱油。哦，不用倒酱油啊。好。平时在家都你做饭呀？我做准备工作，他来下锅。我们于公做饭这方面是真的没天赋，已经把他高傲的自信心打击得七零八落了。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哦，应该是他回来了，不加班。我们说好的，我回来第1天他都不加班，这家庭和谐还要不要了？谢谢。哎，我挂了。我给静姐打电话，问她做蟹黄鸡翅的秘诀，突然就很想吃。但是说好了啊，准备工作我来做，下厨你来做，不然如果被油溅到的话，我粉丝会心疼的。然后他还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他家吃饭，方便的话他会给我做我喜欢吃的关在讨厌的红烧臭豆腐。就今天吧。啊？你不要拍到我的脸哈。拍到脸也没事啦，静姐你那么好看，再说我又不给别人看，就是给于途当教学视频啦。还他做呀？你不是说他做饭难吃？我做的更难吃。你这理直气壮的。有的菜他做的是挺可以的，但有的菜他是真的不行。比如说像红烧豆腐，他每一次做不是已经碎了，就已经是全都焦了。那种火候没有掌握好。来，自己吹吹，可能会有点烫哦。哇，小心！怎么样？好吃啊！真的啊？太棒了！哎，来静姐啊，你对着镜头说一句，这道菜最简单了，于途你学不会就是傻。那关在可是傻了很多年。这道菜最简单了，于途，晶晶说了，你学不会就是傻。
哎呀，好丰盛啊！啊！你尝尝这个，很好吃。我说你也太借花献佛了吧，又不是你做的。这就是我刚做的，我刚学的。真假的？那我得尝尝。是差点意思啊，还得再练练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静姐，她说你做的饭差点意思。你别炸我啊！这就是静姐做的，我就是最后加了点醋而已。你看，这就是质的变化。你加醋就纯属多此一举，这口感啊都变柴了。嫂子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们俩啊，好好吃饭。我觉得没有变柴，加了醋更好吃了，对吧？我就知道这样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。几张签名照就把你给收买了。班有好多晶晶阿姨的粉丝，知道我认识晶晶阿姨，特别羡慕。他们还问我网上传的晶晶阿姨的男朋友是不是真的。你没说吧？当然没说，但是有位女同学她特别聪明，她就悄悄问我说，我认识晶晶阿姨是不是因为爸爸和晶晶阿姨的男朋友是同事？哟，知道你爸是航天的不稀奇，他是怎么知道咱们大明星男朋友也是航天的？她说网上有什么分析贴，之前晶晶阿姨和叔叔在爸爸单位附近被拍过，好久以前叔叔还和阿姨一起参加过比赛，而且他还说每次被拍都上不了热搜，所以肯定是真的。你们这帮人小鬼大的，知道的比我们还多。咱们单位啊都没几个人知道。应该就你和老师知道，也没人问过我。于途这个加班方式啊，看着也不像有女朋友的，不怪群主没发现了。你别冤枉于途啊，这大明星天天跑得不见踪影，他不加班去哪儿啊？哎，那我可没一去发射基地就半年啊。静姐，以前观战是不是也这样？哎，打住，这个话题咱们不具备优势。吃饭。过来。晶晶这次休这么长的假，而且一直住在天宇，估计也拦不住了吧？也没想刻意瞒着。周末不是要给关仔接风吗？本来要带晶晶一起去的。好啊。哎，不行啊，不是抢我风头吗？不行不行，你们换个时间。哎呀，静姐，你看他又欺负我。别理他。来吃肉。吃。我得批评你啊！你怎么老跟晶晶斗嘴啊？啊，你多大年纪了，也不知道让着人家。他年纪也不小啊。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那不是故意的吗？你可能不记得了，那次我的检查报告一出来，有个指标不好，你背着我偷偷哭，不想让我发现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所以我就故意找点事儿，让你分分心，开心一下。人乔晶晶啊，跟于途一样机灵，我一个眼神都懂了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反倒成习惯了。哎，于途是不是还不能接受啊？我跟他吃饭都心不在焉的。会想通的，他是个豁达的人。前一阵子我去了趟厂，把所有的报告都看了一遍。总体的设计方案比起前2年的要进步很大。于途，你做得很好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那干嘛要离开？最早的方案是你带着大家做的，搜神号的名字是你给取的。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带着大家一起干下去。搜
邹神浩已经没有我可发挥的地方了，我在与不在，都不影响这个型号的成败。其实，你也了解我的身体状况，也承担不了过于繁重的工作，而且竞标前肯定会有日夜不分、突击冲刺的日子。我如果作为一个带头的，每天第一个下班，这也说不过去。没人会介意，我会介意。还是让我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吧，暂时没那么拼命的。你不知道，我病这2年呢，脑子可一直没闲着，我有很多的想法，正好借这个时间整理整理，到时候一定会惊艳到你。邹神浩这边如果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在，就以顾问的身份吧。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和关仔有关系啊？晶晶，我有点难受。怎么了？关仔他欺负你？我打他去。那嫂子就不会帮着你了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一到研究所就被分到了关仔的组里，几个型号都是他带着我做的，包括现在的预言型号。几年前他生病，把他托付给了我。现在他病好了回来，我以为大家可以一起干了，可他提出他要离开邹神浩。为什么呀？他说对他来说没有挑战了，还有身体的原因。所以你难过的是，以后不能跟关仔做同一个型号了，对吗？换成我，也许也会这么做，只是太遗憾了。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，我还有很多同事，大家在一起努力，但是有关仔在，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你们从事深空探索的意义，探索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，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生命，寻找新的能源，甚至新的家园，增加人类文明延续的几率。我记得没错吧？没错。那所以不管未来关仔他会干什么，你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呀。虽然你们不再负责同一个型号，但你们还是在并肩同行。就像我和你一样，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领域，但我们也是在同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不要遗憾了，反正遗憾也没什么用，关仔他才不会改主意呢。你和关仔经常斗嘴，倒是很了解他。那我们回家。嗯。
静，我本来在想，关仔回来了，我可以轻松一些。但是现在，我大概要更努力一点。好巧啊！我今天也跟林姐说，我要更努力一点，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演员。去年不是已经拿了最佳女主角了吗？那还可以再接再厉啊！你又不会只做一颗星星，对吧？我要拿更多的奖，而且你那么多奖杯已经刺激到我了。你说万一以后有人好奇于设计师的家属是谁，一查，哎，只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人，那多没面子啊！晶晶，你夸自己，真的是越来越不着痕迹了。不会的。我赞成你的想法，我会想一想怎么调整以后的路线。你跟于老师虽然谈了2年的恋爱，但一直聚少离多。俗话说，恋爱容易相处难，真正相处过才知道合不合适。本来啊，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放心了，你呀，真的成熟了。本来没想过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于途，我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呀？你们这次一起住那么长时间，会不会忽然发现性格不合呀？以前我教你打游戏的时候，不是天天在一起，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我每天6点就要起床，11点才能到家。你忘记你怎么剥削我的时间了？哎呀，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嘛。的确不一样。那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白天，现在我要上班，在一起更多是晚上。不，晶晶，晚上我们哪有时间不和？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一大早就开始发作了。就是你，于途，你不知道，他居然谈恋爱了。我跟他说，哪天下班早啊，一起去吃一家网红餐厅。他居然跟我说要和女朋友一块吃。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咱们办公室第一个脱单的，居然是小胡。第一个？谁说他是第一个？周末我请大家吃饭，关仔回来了，给他接个风。好，顺便啊，把我女朋友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啊。我还没有，不过最近有个师哥跟我表白，我还在考虑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大梦，加油！大梦，你是最棒的。一定要来哦！晶晶，我们该走了。再等我10分钟，马上好啦。你不化妆就最漂亮了。不可能，
天天在家里做家务，已经都苍老了。每天扫地、拖地、洗碗的难道不是我吗？可是我还要洗菜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擦灰尘呀。做饭是我们一起。为什么你能考得上清华，做得了实验，五颜绝世，却做不好一顿菜？这应该说明做饭是艺术领域的事情，应该你加油啊！那我吃菜叶子也能活，你能吗？5点1刻了。来了。好不好看？是不是很随意、很自在，感觉像没化妆似的？这叫新机装，弄起来很费劲的。你一直在催。逆光，走近点看看。以前把我骗去你家修净化器，你画的也是这样的新机装。没有，我就打了5斤粉而已。啊，那加起来岂不是100斤了？玲姐不骂你啊？那时候我才没95。我倒是很喜欢。哎呀，你把我口红都擦掉了，我要迟到了。现在太红了，不够心机。是吗？那好吧，那就再轻调点吧。